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册，我是疗愈师月月。在这个频道呢，我们会一起探讨这个宇宙的宇宙观，然后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可以让你在成为这个人类的旅途当中升级你的意识，然后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很会玩的玩家跟 NPC。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动物、宠物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刚还在想说，我为什么会突然起心动念想要录这一期的 podcast， 因为我就想说，最近好像我跟宠物动物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连接。但是立成，你说你想要问什么？我想要问说，就是人来这边明明就有很多课题，那难道动物就没有吗？就是他们你想要了解这个世界所有生物的课题，是不是？是啊。好，我自己过去有养过一只猫，然后你养的是什么？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你养的很酷蜜袋鼯，然后我养了5只。之前就5只吗？还是没有？本来是买2只，1公1母，但是公的去结扎了。然后最后我朋友的姐姐又不要养一只白色的蜜袋鼯，然后又送到我家，然后那只是公的交配。对，然后就交配，然后生出了2只，然后1只公的，1只母的这样子。那他们现在他们的毛色是混的吗？对，就是灰灰的，就是生出来的就是灰灰的，就没有那么深的颜色。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蜜袋鼯的颜色？没有蜜袋鼯长什么样子啊？它是什么咖啡色、黑色吗？对，咖啡色、灰色，你猜一下。那它混白色变灰色，这是什么？就是调色盘吗？白白灰灰，但是偏就是咖啡灰那边的。对，长这个样子，长这样，好可爱哦。然后桑迪是养猫嘛？对，你的猫跟你几年啦？我正式收编是2019年，所以现在哇，很久了呢，7年。疫情的时候，疫情前，没，疫情是2019年尾。是哦，对啊，你不知道？疫情不是2020哦，不是2019年尾才到台湾的。然后但是2019中好像就已经在那个大陆扩散了。那对呢，对不对？6年7年，你的猫跟疫情一样久你有想到疫情已经7年了吗？没有，原来已经我也没有。对啊，疫情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了呢，超久了，现在已经2026了，各位。好，我自己之前有养一只猫，可是因为它现在在给我前任养，前任养这样子。然后我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其实我是狗派，我比较喜欢狗。因为猫跟狗它们本质上的性格真的完全不同。猫它真的是一个，我们大家来聊聊太多可以聊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聊的话题是，到底动物它存在的意义跟它的灵魂源头是什么？我用不同的观点来跟大家切入。首先先从佛教来看好了，以佛法它怎么去看待宠物的灵魂？以佛法的观点，他们相信每个生命皆有佛性，有不一样的修行位阶，有点像是一切众生皆具佛性，但是你选择要用什么样子的形态去修你的灵魂是另外一件事情。 OK， 所以其实在所有的观点里面都没有动物比较低阶，人类比较高阶的这一个观点出现的。其实没有高跟低，而是你选择的修行维度跟现在的修行阶段，就这样子而已。OK， 所以呢，意思就是不只是人、动物、昆虫，所有的生命它都有觉醒的潜能。所以地板上的蚂蚁，你看似他们人生短暂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业力，也有自己要去修行的东西。那动物道呢，它不是说你怎么样，然后你被打入什么样子的进入到动物道的轮回，并不是的。佛法中的6道轮回，动物道它指的是说他的意识比较简单，比较少执着，然后也比较少想法存在，他反而是一个更直接活在当下的一个存在。感觉就是生存，就是感觉动物就是生存，可能蚂蚁什么螳螂你刚才讲螳螂的时候，螳螂图片突然瞬间进入到我的脑海里面。好久没有看到螳螂了。对，没错，他们只是在选择这一个体验当中。动物它的修行不在于选择，更多的事情是陪伴跟承受的这个角度。我等一下会慢慢的细讲什么是陪伴跟
承受的意思因为其实在佛法里面，宠物跟人之间呢，多半是有缘分才会相遇的，可能是曾经的照顾啊、亏欠啊、亏待啊，所以它转世轮回，透由动物陪伴的形式来到你的身边，或者是呢，他们大部分都是要来共修慈悲心的。养宠物的人，他们其实都会从宠物身上学到跟人类完全不同的慈悲心跟无条件的爱，对吧？我在之前的时候，我就有从我之前养猫的体验当中，真的明白到无条件的爱跟身为母亲的母性的力量是什么。那个是我第一次练习学会成为一个母性力量的照顾者。因为像我之前就有在 podcast 讲过嘛，爱的具象化在动物身上会有一个蛮明确的呈现，就是你其实对于动物的爱是真的相对人类还要更无条件的。你们自己在养动物过程当中有什么无条件的经验吗？没有，就是我可以喂它吃面包虫，它又不能喂我吃饭还是吃什么的。你为什么要喂它吃面包虫？因为他们吃面包虫啊。那你为什么要喂它们吃面包虫？还是你其实自己想吃？没有，我没有想吃，就是你要帮它试毒是不是？不是，就是我会这样子帮助他，喂他吃东西，但是他不会这样子。喂他吃面包，我以为是你喂了他吃面包虫。不可能，是可以试试看，但是还没试过啦，但应该是没必要试毒。OK， 反正就是你服务他这件事情。对 OK， 那桑迪来，好像也是就是好像要回到上一集的话题，就是不管他做什么，就是服务于然后他来撒娇一下，就觉得这样就够了。对，的确是。你会说动物它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让人家去学会照顾，然后也让人类去学会面对生老病死，跟练习不占有的爱。这其实是一个蛮深层，跟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类上面学到这3件事情，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你看动物它其实是不会给你回应的，对吧？动物它其实，比如说你喂个猫，你喂它吃饭，它也不会为你做些什么呀。是傲娇的小猫咪，它还是挺傲娇的就是爱理不理，也是跟你有没有给它吃饭跟给它很多的照顾是完全不成正比的。所以你反而可以在这一个它给予你的回应没有人类那么复杂的情况之下，很单纯的去学到不占有的爱是什么。它其实就是动物存在于人类的意义。那以道法来讲，动物存在，当然他们相信一样万物皆有灵，而动物它只是其中一种灵气的化身。那动物的气是什么样子呢？你们没有发现猫它是一个阴气能量很强的，阴性的气场很强的一个动物，是它们就是优雅的化身。还有什么形容词？安静。对。然后呢？神秘，比较神秘一点。好像他的双眼可以看透你的情绪跟状态，对不对？那狗狗呢？它就是有守护之气。狗狗存在在这个地球上的目的，其实就是来守护人的。那比如说鸟，通灵之气。鸟呢，它有趣的事情是，以前的鸟它是来传递讯息的。对吧？因为鸟它的那个视野很高，它可以用上帝视角去看见整个社会形态的移动。鸟呢，它为什么会有通灵之气？也是因为它的思虑不多，它可以比较通透的去看见很多很多的东西。OK， 好，但很多很多动物它们之间的气，我不会在这一集一一的去讲解。只不过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主轴是宠物，它其实来到这个世界上跟我们人类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帮助我们。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跟我说，我觉得我的宠物，就是宠物真的很像主人这样。然后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吗？就是为什么？对。但他我不知道他养的是什么。
狗，那他觉得像主人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都很胆小。你说什么都很胆小，什么意思？他是这样形容的。等一下但会不会相处久了都会这样？因为人跟人就是长期相处下来也会很像。就是一些可能表现出来的可能很热情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就会觉得很像主人这样。为什么很热情跟像主人有什么关系？我想想看，胆小跟像主人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主人也很胆小啊，个性很像就是个性很像。对对对，就是个性。等一下，你说很像主人啊？懂了。是我的声音不够，不是，对我想说，中文理解的问题最近有中文理解的问题，我最近有严重中文理解OK，太长时我间待在国外了，中文很难的地方了。你刚刚说很像主人，我理解的像主人是他比我还要像一家之主。没有，那我懂这段话的理解，是那有需要 NG 吗？不用这个宠物跟这个主人的性格很像。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好好笑哦，好啦，好难哦。OK， 好，很像主人。会的。我不以专业的动物行为学来去解释所有动物的东西这个专业的还是术业有专攻。但是以能量上的话，为什么动物的性格会越来越像主人？其实有一大部分的原因其实就跟群居动物是一样的概念，会模仿，然后会观察，然后会去感受。首先第一，它原本的性格也许不是这个样子的，但的确会透过一些适应主人的生活形态而变成这样子的状态。然后有一些是原本你吸引来的动物也会吸引一个镜像关系的动物来到你面前。对，就像有听上集 podcast 听众都知道，镜像关系它其实不单是出现在我们的伴侣上，而是你选择的动物也会。所以不外乎所有的关系都是要来这里教会你去看见自己内在不同的力量跟不同的相处模式，然后最终看回自己。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如此的存在而已。那你觉得金星有像你吗？我跟你说，金星跟我相处的时候很像我，金星跟我前任相处的时候很像我前任，他会变。金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金星是我的猫，所以他会适应不同主人的生活模式，然后会用主人的语言去跟他对话。会。那我们刚刚讲到道法里面所说的动物是气嘛，这其实就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人跟动物之间呢，它其实相处久了会气场结合，气跟气之间的结合是会的，而且在五行也会互补，阴阳也会平衡。所以今天这个动物来到你的面前，它的动物的灵气其实来到你身边是有目的的，它会帮你转化一些东西，它也会跟你融合一些东西。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养宠物之后，它的气场会变得比较稳定，而有些动物会替主人挡煞跟承气，这也是的。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宠物来到你身边，然后他突然生病了，然后或是什么，当然医学上的检查一定很必要，但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来自于他帮你承载了你身上的一些气，因为金星就是这样子的孩子。就我们家的金星，它是一个任务感、使命感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猫咪，他觉得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此生就是要来帮助他的主人完成些什么，陪伴些什么，所以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义务那个是什么责任感的猫。所以呢，就是无论是他爸爸还是我身体出了什么状况，他会用他的身体去承载我们的气，然后把我们身上的黑气吸进他自己身体里面，然后让他身体不舒服。这是一个他超级无敌令人心疼，可是又觉得很暖心的一个特质。但我会说他不是牺牲，不是毛孩们做了什么壮烈的牺牲然后怎么样，而是在他的修行的动物道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他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有这样子自然流动的交换，这是他们的本质。
所以呢，如果你毛孩们最近有一些不舒服，无论是任何器官上的问题还是生理上的不适的话，其实主人也都可以好好的回过头来去感受一下你们自己本身的气场是不是也有一些破洞的机会，无论是你可能比较容易进出一些复杂的场所，然后或者是你最近生活上的压力极大，跟你并没有在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所以你是不享受你的生活的，这些隐形的压力其实你的毛孩们都能够感受得到，而且它会吸，它会帮你去承担承接这些东西。所以呢，你看哦，你生病只要花个几百块，毛孩生病就是个几万块，所以呢，有些时候养个毛孩后，想想那个账单，你还是把自己照顾好好了。真的真的，因为上次金星生病就花了很多很多，不确定多少钱，但是应该有一个3-5万有。不是还有住院还是什么？没错。所以我最终就是跟金星的爸讲说，就是你把你自己照顾好，金星就会没事了。然后现在金星恢复的非常好，它现在就是一只小胖猫，也不胖啦，就屁股蛮大的。因为它是橘猫，橘猫的基因很胖，可是它是瘦橘猫，它是皮包骨猫那个时候它生病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心疼。超我们要知道哦，动物它其实灵性的层次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哦，只是我们所体验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人说动物它其实是盖亚意识的延伸，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盖亚意识的延伸，但简单来讲就是动物呢，它是来帮助地球感受人类的情绪，稳定能量跟回收失衡的频率的。人类跟动物是不同的，因为人类它虽然也是在群体生活，可是我们有个体化，而且我们有选择权，但动物它们是群体意识跟共振导向的，所以你会发现动物啊，它跟人类相处久了，它会有人的习性，可是它如果流浪回去在整个猫的群体里面的话，它会很快的就适应猫的动物本能的群体习性的。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说动物它很像疗愈师的存在，真的，其实很多在情绪上比较不稳定的人类们，透有养动物，它可以帮助我们情绪比较平稳，很像一个疗愈的存在，是因为动物它有一个很大的特征，是它不会评价你，不会投射你，也不会要求你改变，它真的不会要求你改变。但当然他们会用一些方式来提醒你说猫砂该铲咯饲料不好吃该换咯，对，还是会。可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是不评价不投射，然后也不会要求你改变，所以他们的运作方式其实就是与你共振，与你承担，跟单纯的陪伴你。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宠物它真的就是教会你慈悲跟最接近大自然原始之气的一个显化人在你的面前，然后也是你的疗愈使者。所以这就是动物存在它的定义哦。好，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就是觉得动物就是很纯粹的东西吧。但是不知道站在他们的角度是怎么看这些人类之类的，就是站在他们的角度看，可能我们也很纯粹。你知道吗？你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只有人类会有这个想法，真的，在他们的眼里，他们不会想要追求一件事情的定义。他们也不会想要去明白这个地球的游戏规则，他们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执念，完全没有固化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一些价值观的框架来到这个地球上的。对他来讲，所有东西他们就是最会归零学习的动物，也就是说所有东西在他们眼里都是加分，但是在人类的眼里，因为我们有个体化个体意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内在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所以对有些人而言，他们会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价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也许在他心中会产生减分的结果，因为他内在已经有一个评价的标准了。可是对动物里面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他们可以单纯纯粹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有个最大的特色，就是脑袋是空的所以这样我们人类就是比较多课题需要解决，应该是说玩的游戏不太一样吧，完全不一样。像很多时候，因为我身边的人他们可能就知道我会动物沟通嘛，然后那时候我在不丹的时候，我们就有跟我们有去他们的牛牛保护园区这样子，然后我朋友就说
你可以问他吃的草好不好吃吗？然后就想说好了，我问问看，不然就问问看嘛。我很多时候在问一些野生动物的一些资讯的时候，我发现他无法理解人类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你问他好不好吃，在他的生命经验当中，有得吃就很棒了呀，我没有喜好之分。对，所以当你问他说牛牛好不好吃，他会给你一个很空的回应啊，就野生的。但是如果是那种家猫，就是被宠坏的那种，就是我就可以开始挑食了。会哦，会哦。你问家猫好不好吃，它真的会回答你。我在可能我身边的人会请我动物沟通的时候，有时候他们给我的回应真的就是一个我没有在思考的回应。我没有思考，我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情绪要去转换，我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感受需要去消化跟面对，所以我就是没有在思考。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个问题。对，就是一个很空的状态。比如说我去外面跟他们外面的动物问他们问题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问什么，但我就是问他说 hello， 我就会跟他讲，然后看他的能量会回应给我什么。然后很多时候就是他们也都蛮不在乎，蛮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面的。对啊，所以他们就是很专注在眼前的东西，活在当下，非常的活在当下。所以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情绪累积，等等的。说到这个，好像可以来聊聊吃素这件事情可以，好像可以耶。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去延伸，去看看就是吃素这件事情的观点跟吃动物之间的连结哦。因为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刚好在这一集可以跟大家回答。首先呢，对于吃素有听到的一个观点是，我们会吃进动物的情绪，对不对？好，我来把它好好的厘清跟划分一下。我先说，动物它的确是一个活在当下的存在，但它们不是没有情绪。你看我前阵子被猫咬嘛，因为它在睡觉的时候，我把它硬抱起来，所以它就咬了我，它超北宋的。动物还是会有情绪，只是它们的设计，情绪它是需要一个容器的，像人类就是一个最好的情绪容器。但是动物它们在承接情绪跟业力的容器其实没那么大，懂这个概念吗？也就是说，动物的情绪跟人类的情绪的运作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你们可以去想想看，人类它是怎么运作情绪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比较会撑，但是动物比较不会撑，就可以直接爆出来，是这个意思吗？可以这样理解。你看人类的情绪是怎么来的？是先从你的思绪来的，对不对？然后你想要去解释这个思绪，然后你再去评价这个思绪，然后呢，它就会形成一股情绪记忆，最后会成为你的价值观，重复投射出来，对吧？是我们人类所有的情绪都是你价值观给你的，对吧？有些人对于死亡可以很轻易的去面对，他没有任何的情绪，他对于死亡的评价跟解释是轻松的。可是有些人对于死亡的评价跟解释是沉重的时候，那死亡对他的情绪就是很沉重的。OK， 所以人类为什么会有懊悔、悔恨、自责，跟对于未来那些未知的恐惧？其实这些累积就会形成所谓的心理业力。我们之前有讲到业力是怎么形成的，你不愿意面对，跟你没有去平衡它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你要去面对的业力功课，对吧？所以当这些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也会是形成心理业力功课的。 OK， 所以但动物它们不是这样子运作的。动物的情绪运作是我受到一个刺激，然后我反应了，我反应完我就没事了，对吧？要向动物学习。对，就是很像是你看你打扰狗狗吃饭，然后它是不是就会咬你一口，然后若无其事继续回去吃饭。它不可能咬你一口，然后还要找你找架吵，然后继续吵，然后跟你旁边的人吵，然后跟旁边的人说你看谁对谁错，所以他们比较不会记仇。你要不要站出来？他不会，他就是咬完你，然后就回去继续吃饭。就是当下的情绪已经被解决了，就没事了。对，大部分呢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很害怕，那他们就逃跑。逃跑了，逃到一个我觉得安全的地方的时候，就会放下。然后很生气，他就会叫完之后就没了。可是当然他们还是会有一些累积的情绪反应，就比如说你们应该有看到那种很胆小的狗狗，也许是因为他小时候发生的某些事情，所以他的记忆让他对于某一件事情
形成一种所以人类是危险的，那我就会有危险的反应，你不靠近我，我就不靠近你。人类要对我有所行为的时候，我也会本能的就是退后。可是他们相对人类更没有情绪残留，所以呢，它会比人类稳定，跟比人类单纯，然后也比人类干净，在情绪这件事情上面。OK， 那动物有没有业力？也有，所有的生命它都是有因果的。那但是它没有人类的那种心理业力，我刚刚讲的心理业力，对吧？动物他们会透过生存，他们有生存因果。比如说他会吃或被吃，他会保护或者是防御别人，对吧？但他不会累积我的执着的业力。比如说他们不会反复学习同一个创伤课题，而是他会自然的在他生命当中完成一个循环，所以他们不需要清理业力，也不会因为情绪纠结而卡在业力轮回里面，就比较不会记仇。可以这样子讲，不会记仇，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他被吃了，他不会想要去了解为什么我会被吃，所以他不会因为想要明白这件事情而留下执念，然后进入到下一个因果跟轮回，然后去明白这个课题。没错，所以他是不会因为情绪纠结而卡在轮回里面。那回到我们刚刚吃素的观点里面，那吃动物会吃到他们的情绪是什么意思？我会说这句话就是我们来重新理解它一遍，我们来拆不同的层次来讲。第一个身体层，动物呢，它在高压跟恐惧跟痛苦跟被虐待的一个或屠宰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啊，他们的身体在当下的确会分泌不同的激素，比如说肾上腺素，然后比如说皮质醇，然后或者是一些发炎的物质，是为了要保护它的生理的，这个是动物有的东西。那这个是生理反应，不是灵魂的情绪。所以你在吃动物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会说你吃什么样子的肉你会比较容易燥，你的肠胃比较不好，你的情绪会比较浮动，这个是因为你吃进了它的生理机制所产现出来的化学反应，而你又把这个化学反应吃进去跟你身体结合了，那自然而然就是会这个样子。理解了？OK， 好。但在能量层呢，我们的确还是有所谓的共振原理的。那我们来聊聊这个共振哦。从能量层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是吃到他的情绪，而是你对暴力跟恐惧的认知感官被唤起了。如果你是一个情绪很敏感的人，你的确就会在进食的时候对于生命被中断的这个过程有所共振，这不是动物留下来的情绪是你自己共振出来的情绪，所以你在吃进去的时候，这个共感的系统会被激发跟运作。很多在修行的人是不一定会吃素的，而且你会看到很多佛陀他们都吃肉，也有很多僧人，你看他们在路上别人给他什么食物，不管是肉还是菜，能给都是感恩，你愿意给予我这份食物，我不会说你给我肉我不吃，没有，你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对，回到一个能量的本质里面，很多人说你不适合吃什么，不适合吃什么，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对于生命的这件事情的共感力太强，像有些人可能看到新闻上鲸鱼没有被好好安放，或者是海洋生物被屠杀等等的，你就很愤怒，然后很有情绪，很有反应。那这样子的人吃肉就会容易共振恐惧，那你就会把恐惧吃进去。那心理层，有些人是因为吃肉会感觉到内疚跟沉重，是因为就也是对于生命的价值观拉扯，就是你会觉得我们同样身为生命，那为什么我们不吃人肉，然后我们吃猪肉吃牛肉，然后有些人对于吃兔肉吃鸟肉吃猫肉这件事情有很大的价值观拉扯，对不对？就像是你看台湾人普遍是不吃猫肉跟狗肉的，对啊。那如果我现在跟你说别的国家一堆人吃猫肉跟狗肉，你们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吃吃看。那你们心里的感觉是什么？觉得很可怜，可能是因为本身有养狗跟猫，对，没错，会有这种感觉。对，所以这就是心理层了。心理层就是当这个东西跟你的价值观是有极度产生拉扯跟冲突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不会想吃它。
哦，所以就是像种田的人，因为有养牛，所以他们就不会吃牛，就是我们家不吃牛。我不吃牛，就是有一部分原因是这样啊。我不吃牛是因为我们家以前有养牛。嗯然后呢，我妈对于吃牛这件事情觉得牛很可怜，所以她就自然而然的希望我不要吃。后来我不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家里养牛我就不能吃，然后后来我又吃了，然后就发现牛好吃，真的好吃。然后后来呢，就是又被一个八字的老师说，你的八字不适合吃牛。好，我能理解他说我的八字为什么不适合吃牛，原因是因为我就是高敏感共振型人格，然后还有很多原因啦。我就想说，好吧，那老师都说不适合牛，那我就不吃吧。然后我就一直不吃到现在。然后昨天有趣哦，我昨天去吃烧肉，然后我很喜欢吃那个内脏。我非常喜欢吃内脏，我就看到菜单上面就是有横膈膜，横膈膜很好吃。但是我没有问那个是什么部位的横膈膜，然后结果上来的时候发现那我心里想说，好吧，我都点了，那我就烤来吃这样子。然后我烤了第一片之后，我就发现我对牛真没感觉耶。我就是吃之后，我就觉得这个食物对我来讲完全没有能量，然后甚至是我有感觉到吃进去，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有负担的。然后可是它有一大盘，然后我心里想说，好吧，没关系，我还是把它吃完了。我就想说我吃得下，然后也不浪费，我就把它吃完。可是吃完之后，我就真的发现我真的对牛没兴趣。就现在的我，反正就吃了牛，会觉得它不是一个我会想要进食的选项。所以这也要聊聊。其实高龄对于饮食或者是对于一些动物真正的提醒是，你不需要吃素或者是恐惧肉类，而是你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尊重，你就尊重牛啊。我那时候在吃牛的时候，我心里也想说，我虽然没有很喜欢吃你，但是呢，我尊重你，也谢谢你带给我今日的饱足。所以呢，尊重这所有你进食的东西，而不是特有恐惧，说哈，你为什么吃狗？你为什么吃猫吃兔？恐惧会制造更多分裂，你哪怕你没吃，恐惧都与你共振了。说得对。真的。那第二个是觉知，而不是要评价对错，就是你知道这个你吃的食物为何你要吃，它的来源是什么，你吃到它的状态是什么，然后你吃它的意义是什么。只要对你而言有意义的事情，在你身体上就会产生有意义的运作。然后呢，选择符合你当下身心状态的饮食，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饮食是灵性等级的证明，没有这件事情。就像是我昨天在吃到牛肉的当下，我发现我现在身体真的不需要牛的这一个蛋白质来源了。所以你吃什么不会定义你的灵魂等级，而是你如何看待生命才是。OK， 所以呢，动物它的确是活在当下的，也不是因为它们比较低等，虽然它们没有像人类一样有那么多复杂的载体，思绪也没有被切割成那么多片，所以它没有那个装情绪的容器，所以它相对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就会很简单。而至于我们吃到的从来都不是他们的情绪，而是你主动共振出去生命的感受能力，那才是你吃进去的东西。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呢？鱼真的记忆只有7秒钟而已嘛？鱼它是一个很简单聒噪的动物。鱼它的我所理解的鱼啦，我觉得与其说它在科学已知定义上就是只有7秒钟的前提之下去用灵性的层面去讲，我在接触鱼的时候，我发现鱼它有2种形态，一种是极度的放空，另外一种形态是极度的聒噪。聒噪会就一直念不停这样，就是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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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然后咻到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东西的这种情况。以我就是跟鱼的对话结果来看，我个人的亲身经验就是遇到这2种。然后你真的有看过那种鱼，真的就是因为我会潜水嘛，所以你在潜水的时候都会遇到很多海洋生物，他们真的就是空，就是空，而且是那种真的就是这个状态，真的。至于为什么科学定义上的记忆只有7秒，大家可以去上网查更多资料。但是呢，以我跟鱼动物沟通的状态，就是遇过这2种
两种形态的鱼们这样子。那你有遇过海豚吗？我有遇过海豚吗？有啊，动物园有看，海洋馆有看过。怎么样？但是我也必须得要说，会动物沟通不代表我会无时无刻想跟他们讲话。我在去年的时候有去澳洲的海洋生物馆，然后的确看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动物。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在限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海洋生物馆里面的生物是很不快乐的。当然我有去感受在海洋生物馆里面的所有的动物们的状态，我会发现快不快乐真的是人类定义的耶。他们还挺快乐的呢。是啊，他们的快乐是就像是猫咪好了，猫咪的本能它是可以进化成你看猫科动物的老虎，对吧？你真的要说的话，猫咪它的最原始的状态就是像老虎一样生存在整个丛林自然当中，那它突然变成家猫，你会说它不快乐吗？好像也不会，是爽猫对呀，对呀，你会觉得这猫也是挺舒服的，对人啊，就是它说不定比较喜欢在外面啊。对，所以每一个动物它都有它选择的生存模式，所以与其去看海洋生物馆里面的动物到底快不快乐，我那时候有请我的听众反过来去思考一件事情，是所谓的圈养这件事情，人类也正在体验呢，对吧？我们不也是被圈养到大的孩子吗？如果要说我们的自由意识跟生物的本能，你把我们放在荒郊野外，我相信我们的生存本能是依然可以在荒郊野外生存的很好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有房子住，我们要有床躺？因为你生下来这个社会就教你要这样子。所以我会说，就是每一个生物生命它都有它要去体验的不同游戏场景，而我们不是来评价别人的游戏场景好不好玩、快不快乐的，是没有的，没有这件事情。那当然很多人会说去海洋生物馆也好，去动物园也好，是在助长这个资本主义对待他们的方式。我跟你说，地球就是资本主义建构起来的，宝贝们、灵魂们，地球的最大的游戏规则就是资本主义。所以我们当然都有选择，你在去做这件事情的意图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样子的意图？我今天去动物园，我今天去海洋生物馆，我去这件事情的意图，他们的存在其实也帮助了很多孩子们透由一个下午的时间、一整天的时间，亲眼看见了很多不同的动物，然后让他们更了解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有趣的地方。比如说我可以在动物园里面看到企鹅，这个是南极才看得到的东西，我居然可以在动物园里面看到企鹅，我不用亲自飞去南极。所以其实在一件事情它都是阴阳平衡的，一定有好也有坏，资本主义也是好跟坏，可是在这两股能量当中，我们只要怀着感恩的心，我们不带着破坏，不带着藐视，不带着任何负面的意图去做这一些参与跟去做这一些付费的行为也好，看大家要怎么解释，那都是好事。没错，因为你真的问我说我去跟那些动物们打交道的过程，我真的会说他们真的挺快乐的。你知道我那时候还有去那个澳洲动物园，然后他们就是有3只老虎吧，那3只老虎很享受被其他母狮包围的感觉，就他们自然就会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会形态，所以我会说他们都蛮享受在那个当下。那有没有不快乐的时候？一定会有啊，你也感觉到他们觉得今天吃的比较不好啊，然后或者是他的那个动物的陪伴员没有给予他足够的情绪价值啊，他们也会有些这些 murmur， 可是这些就是日常啊，对吧？我们生活不也是这些日常吗？所以希望大家听完这集Podcast 可以有一个更明确的理解，是动物跟人类之间真的没有任何的高低之分，真的灵魂层次的高低没有，生存模式的高低也没有，我们都是在我们的选择当中学会走出一条自己的生命之道，这个就是灵魂最源头的本质。动物跟我们是一样的存在。
OK，那我相信对很多毛孩的爸爸妈妈们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应该就是面对毛孩的离世。毛孩既然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扮演这么重要的陪伴角色，那他的离世，其实我也想跟你们分享是，动物它本身就不是来累积轮回功课的，他们不会有一直不断学不完的课题，是学完就走。所以对很多毛孩，为什么毛孩他们生命这么的短暂？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年。真的，你说寿命最长的动物是什么动物啊？乌龟。哦，乌龟好几千年。OK， 好，动物呢，它们的生命长短也不是用还有没有课题要学来衡量的啦，而是说他在他选择陪伴的那个家庭有没有已经完成了他的功课跟走到下一个阶段了。简单来讲，它就是带来人类一场稳定的场域跟陪伴跟转化的一个存在。所以当他陪伴到一个阶段，然后转换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会离开，动物就会离开主人。所以如果你的毛孩最近刚离开了你，或者是你想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离开，其实你可以去感受，通常动物会离开的时间点都是第一个主人完成一个很重要的转变的时候，它的陪伴也到此为止了。然后第二个是家庭能量的结构改变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能量结构改变它的存在的意义也差不多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跟某一个长期失衡的状态结束的时候，他已经为你守护太久的时候，那终于结束了，他们就会离开了。所以呢，简单来讲，就不是因为他们的课题怎么样，爱不够，而是他们不需要再继续在那个位置了，那个位置已经圆满结束的时候，他就会离开。任务达成的时候，对，但我所说的这个是基于人类如果选择你这一个陪伴的宿主的话，你们之间的关系会这样。那当然很多不同层面的不同场景、不同剧本、不同层面可以去，他们的任务有完全不同。OK， 但是我就是想要跟这一些有毛孩的爸爸妈妈们讲，就是他们的离开其实都是很圆满的事情。真的，而且他们的离开都会让你成长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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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通常都是让你更慈悲跟爱的这方面有更多的进步，所以它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哦。那很多人也会问说，月月，我前世有没有可能是动物？有啊，当然有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都会选择用不同的形式去体验地球嘛，所以的确，你过去肯定也是在动物道体验。那我下一过次会到动物吗？在佛法里面是不会的，在佛法的观念里面，你在动物道会升华到人间，然后再升华，再升华，再升华。所谓呢，在佛法的概念里面，你来到人类道，并不是说你就不会再回去动物道，因为只有人类可以修行，动物道它是没有修行的概念的。所以当我们进入到人类的时候，是一个很珍贵的体验，很少人会真的放下这些贪嗔痴，然后又回到动物的本能这件事情。然后修行它本身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所以灵魂的自由意志其实体验过修行，它其实就会想要不断的再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更多，用自己的意识去探索更多东西，所以再回去选择当动物的人很少。但是以我自己个人的观点灵魂的剧本都是可以被谈的。你真的想要成为一个动物的时候，就像是有些孩子他会透过动物的方式回到妈妈身边，他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我到现在都还在理解佛法、道法，然后甚至是现在 New Age 的在回溯到灵魂源头的这些不同的观点，他们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有很多东西看似有冲突，但是又很好玩。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学习路上，我自己也一直在去不断突破自己对于一件事情的观点跟感受。因为的确在佛法里面是不会有这件事情，可是我自己个人认为没有那么绝对，一定有一些机制是我想要选择回来再当动物的一个存在。但就是无论如何，我们大家都要知道，就是灵魂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啦。与其说你前世会是动物，你未来会不会成为动物，最重要的事情是灵魂都可能选择用不同的形式存在，去感受，去臣服，这样子。所以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所有动物包括我们人类，它其实都是宇宙的一部分，也都是地球意识的很重要的一个存在。然后这些毛孩跟动物都让我们记得，地球有些时候很多事情它是不需要去被头脑理解的，而是存在就是一个很大的爱的来源。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我的猫咪身上学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OK， 所以它不单单是你的宠物，它是你的灵魂旅途当中陪你走过某一段路很重要的伙伴。
好，那我们今天也来抽一张卡牌，来给聆听这集 Podcast 听众的祝福跟指引。我们来抽奥修禅卡，好来咯。好，我们这一集呢抽到的是奥修禅卡的投射。好，你们看哦，投射的这一个其实就像是在讨论我们人类跟动物之间的镜像关系，就像是我们刚刚讲到嘛，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斥责我们的毛孩，我们再去看见为什么这个鲸鱼被困在这里，可是最后其实要看见都是我们自己。因为动物它其实所代表的是它不会假装也不会防卫，它也没有那么多的情绪去被包装起来，所以它其实就是灵魂最干净的样子。那动物它就是一个最好去投射你的灵魂干净程度一个蛮重要的存在，我可以这么说。所以呢，抽到这张牌是在提醒我们说，我们跟我们的宠物之间并不是谁在照顾谁，谁高人一等，更多的事情是当你觉得它特别黏你，然后特别焦虑，特别安静，跟特别想靠近你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反过来去问自己说，此刻我的状态是什么？是不是我也在焦虑呢？是不是我也在快乐呢？等等的，但他也不是来承担你的情绪的，他只是用很有爱的方式，无条件爱的方式显现在你身上去看见你自己而已。每个有养过毛孩的人都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的存在就是最温柔的投射，最美好的投射。所以你会发现狗狗的投射，主人很焦虑的时候它就一直叫，对不对？主人很压抑的时候狗狗就会很黏人。那猫咪呢？猫咪的投射就是主人很混乱的时候猫咪就会躲起来，猫咪就会搞笑死。然后主人开始静心的时候，猫咪就会进入到你的空间里面，然后开始跟着你一起共振。所以呢，动物都是一个对能量很诚实的一个存在，邀请你透由我们的毛孩来收回我们的觉知，然后去看见自己现在当下的不同的状态，但不需要责怪自己。比如说啊，毛孩生病是不是我怎么了？不需要去责怪，它就只是一个提醒，就像是有个钟这样敲一下，跟你说叮，你最近太压抑咯，所以我生一场病给你看看，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OK， 所以呢，境由心生，动物就是你最高频的镜子，外在的世界会很忠实的去回应你现实内在的状态是如何。所以呢，如果你是有养毛孩的人，今天这个 podcast 结束之后，你可以帮自己做几件事情，看着你的宠物，抱着你的宠物，抱着你的蜜袋鼯问自己一些问题。第一个，你觉得我最近渴望被理解的感受是什么？如果我的蜜袋鼯就是要给我的一个讯息，我的蜜袋鼯，我现在感受到的蜜袋鼯，它想提醒我什么？去问问看。有时候这个答案不是语言，而是你现在看着它的一个眼神，一个靠近跟一个状态，你就可以知道了。OK， 所以祝福大家，动物不是来替你承受人生的，而是陪伴你去想起你本来就值得温柔跟被对待哟。地球是一场游戏，祝福你们今天在这个地球玩得开心。我们下期 podcast 见咯，大家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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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所有在聆听 podcast 的听众，接下来月月要来跟大家分享淼淼能量疗愈学院在今年2026年一整年的活动有哪一些。因为目前我们的活动都陆陆续续被规划出来了，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你就可以去感受看看有哪些课程、疗愈项目、体验，还有旅修，国外的旅修是适合你们的。在今年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景，就是我希望把更多的台湾人带到国外，聚集更多的台湾人也好，华人在身心灵的圈子都有一颗灵魂可以被安放的地方。第一个活动会是在今年4月的20号到26号，我会在尼泊尔办一个颂钵身心灵 retreat， 除了结合我们的阿育吠陀饮食，也会结合颂钵的证照书，然后我会带大家采能量点，一个完整的1周的活动，让大家在这个空间感受到喜马拉雅山谷身心灵带给你的疗愈。下一个活动呢，会是在5月的时候，5月我回台湾后，会从5月2号一路上课到5月31号，今年上半年唯一的台湾工作坊课程，全部集中在5月跟大家一起见面。我会在5月2号的时候在北部开一个灵性落地跟神经系统重建工作坊，这个活动呢，适合给那一些还对于自己不够了解跟对于感知能力还有点模糊的人来参加。我会重启你的神经系统，对于连接高我会有很大的帮助。5月3号的
的时候，我们会办一个女性主权跟身体疗愈的工作坊，会是一整天的。在这一天，我们会教大家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跟结合昆达里尼的疗法，来帮助大家唤起我们女性的力量。5月9号、10号呢，我会办初阶跟进阶的脉轮课，会是在中部。9号的时候会是教1到7脉轮，10号的时候会教8到12脉轮。大家敲完很久的脉轮课即将要在这2天跟大家见面了。那在5月11、12号我也会在中部办金钱灵气课。5月15号会办一个爬山进山跟萨满疗愈的仪式，我会带大家去爬一座山，去进那里的山，然后在那里去连接原住民当地的萨满仪式跟能量。5月16、17号是我们接下来办的最大型的活动，会是2天1夜的露营深度疗愈之旅。我们会设计2天完整的活动，然后帮助大家去体验水的疗愈，会在温泉或泳池，然后在泳池上充气床垫体验水的音疗，然后也会设计不一样子的工作坊，然后让大家在这里可以真正交到跟你灵魂有共鸣的朋友。然后5月23号、24号我要开我的第1堂旧景灵气课，然后这次会在北部开，所以北部的同学们，我终于要去台北开课了，你们可以再把时间留下来。但是旧景灵气课会有3个，1阶、2阶、3阶，分别用3个月进行，所有完整资讯都在我们官网上。然后5月29号会办与高我连结的课程，5月30、31号会是在北部办金钱灵气课。5月完之后，月就会飞到新加坡，我在6月3号、7号会在新加坡开课，然后6月8号到29号我就会往澳洲移动，我会在8号、14号的时候人在墨尔本，15号到21号在雪梨，22号到28号在 Brisbane 跟黄金海岸。所以如果你是在这里的听众，我们就会在这3个不同的地点跟大家见面跟开课。我会在7月的时候去欧洲，这一次除了带大家去尼泊尔之外，我还要带大家去美国的雪士达山。我们这次在8月的15号到24号会有一个10天在美国雪士达山的 retreat。你对于这里有感受到深深的召唤的话，我们会在那里带大家去连接外星精灵，我会帮大家在那里连接我们的地球妈妈的子宫，然后重启你的灵魂蓝图，然后打开你的光体。所以在那10天会是一个很深度的疗愈之旅，这是目前确定会有的课程。谢谢你们听了这么的多，所有的详细资讯都会在我们的官网上，你可以在底下的资讯栏点选连接，你要的所有的内容跟报名管道、行程资讯细节都会在上面一目了然。所以我们就到时候见咯，大家拜拜。